同学们，你们好，很高兴能再度见到大家。今天呢，我跟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单独采访一下浙江省金华美女张玲女士，深入了解一下她的成长经历，比如她从小是怎么接触到的艺术体操，并且一路拼搏，最终成为了国家艺术体操队的队长。更可喜的是，退役后张玲呢又做了华丽转身，成为了浙江大学的一名高校教师。众所周知，在各个体育项目中呢，艺术体操是体育和艺术同时兼修的项目，因此被称为最美的比赛项目。至于艺术体操队，则被誉为女神天团，队员们个个大长腿、高颜值，并且气质非凡。看吧，在世界竞技舞台上，中国姑娘们穿着白色天鹅式的队服，在悠扬悦耳音乐的伴随下，好似蝴蝶般在舞台翩翩起舞，把抛接、绕环、旋转等演绎的淋漓尽致，让人看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借助游遍亚运参赛国在线课程，我有幸单独采访张玲，近距离聆听她的心声，倾诉一个关于美的故事。张老师你好，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够邀请到你参加我们这个采访啊。那我们在采访之前，我首先对你的这个衣服非常感兴趣啊，红，而且是中国。你能不能帮我们先介绍一下你这件衣服的这个来历，或者是深刻的意义？这件衣服呢是我们国家队的装备，然后它是每年夏季和冬季都会发一次的，所以说在国家队的话，衣服都不愁穿，包括鞋子它也会发，也就会发。对对对，这个是可以是国家队运动员所特有的，是吧？算队服吧。队服，对。那我们本来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今天真的是亲眼所见啊，真的是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那个红。那个红就红的特别正，对然后再加上中国这两个字啊，所以说从它的整个的设计，这个设计的话，是不是我看有这个艺术体操，对是不是这个专门就是为艺术体操队的队服设计的？我们这个应该算是体操系的，你看这边有有吊环，然后这边是艺术体操，有彩带啊这些东西。通过上次你和吴彩和老师的那个采访以后呢，我们对那个艺术体操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今天能不能够给我们就是专门的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艺术体操为什么是属于体育和艺术的兼修这么一个项目？艺术体操相对于体操不同的点是，像体操它属于竞技类，竞技体操，但是我们也属于竞技，但中间掺杂了艺术。艺术的话，其实它就包含了我们有音乐，有各种的舞种加在一起，还有我们专门艺术体操独特的技术难度掺合在一起，然后完成了这个成套的套路。然后我们跟别人不同是，我们有绳圈球棒带。我们是对，我们跳的时候手上是有器械的，所以我们在被别人称之为是地毯上的芭蕾。地毯上的芭蕾。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动作都起源于芭蕾，从芭蕾那边引用过来的，然后慢慢演变成艺术体操。那么中国的艺术体操什么时候在正式开始？好像是1998年的时候，是吧？它起源的比较晚，在中国兴起的比较晚。好的，那么在那个网上啊，我们看了一下啊，就是在你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父母、你妈妈，特别是你妈妈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你妈妈原来是跨栏运动员，对。跨栏运动员，所以从你这个6、7岁的时候，就是先进入了金华市少体校，对，然后呢到了杭州的这个省体校，对吧？一直到这个国家队，那么都是你妈妈一路的陪伴，对，然后是陪练，对，是吧？是这样。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可能刚开始我到杭州的时候，其实妈妈不在身边，那个时候又觉得想家，就是可能会觉得不想练啊各种的。后来妈妈可能也理解我这样的心情，她就陪着我来到了杭州。然后我就觉得每周能见到妈妈也是一种动力，因为
小嘛，就会比较恋家。然后后来是因为进了国家队以后，那段时间是从小体质就不是很好，属于那种吃了不是很吸收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跟不上体能。然后妈妈当时就是为了我能继续留在队里，也能跟上大家的运动量，他就义无反顾地跑到了北京，然后每周给我炖汤啊，给我补身体。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我支撑不住或者说实在是太累想要放弃的时候走下去的动力吧，就会觉得妈妈为了你可以这么辛苦，就是什么事儿都不管了，那你还有什么困难可以扛不过去的，不能克服的？你妈妈可能更多的是在生活上，在你的精神上给了你资助，但是在你整个的艺术体操上，就是在每一个不同阶段，有没有你觉得很难忘的这个恩师？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是我在我艺术体操生涯上遇到过3位老师，但这3位老师都是帮我就是让我慢慢一步步的提升，一步步变成更好的自己。首先是少体校的张荣英老师，是他对把我招进去，然后进到体工队是吴三妹老师，他也是一直帮我3进3出，推了3次回来，他也没有放弃过我，还在一次次把我引进到国家队。剩下最后一位就是带我走上国际舞台的白梅老师，他也是08年奥运会第2名的教练，就是他曾经带出中国艺术体操最好成绩。所以说我觉得我这3位恩师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他们其实我也走不到今天，缺少一位都不行，缺少一位都不行。对，还有一种痛，那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叫做1年360天，是吧？就是在这360天，你们除了这个要克服这个训练时候的体能，那还要就是这个在困难时候给你们带来这个心理上的创伤。但是更主要的，对于一个女孩子，那其实是就是什么？不能胡吃乱喝还要控制你们的这个饮食是吧？所以这个不是说1天2天，那真的叫做1年360天啊！这个痛是不是大概我们想想是很艰辛，但是你可能经历过，可能会这个感受比我们更深吧？其实主要是在奥运会备战期间更严格一点。因为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其实不能在外面随意的就餐，因为可能会关注到兴奋剂的问题。所以说当时其实我特别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妈妈也在北京，但就是为了兴奋剂我就忍了很久。就是你妈妈在北京，你也在北京，但是为了就是这个兴奋剂的问题，就是不能随意的外出，对，是吧？就是必须是在队里的这个给你提供的这个饮食，是吧？对，被动的摄入这个兴奋剂，对，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参赛资格。对，不光是我，因为我是集体项目，我一个人如果误食了，那就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所以说这个还不光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团队，对，就是在这个中国艺术体操队，你还是这个体操队的队长啊。那么这个作为队长，其实是不光是要管好自己、练好自己，其实你还要带好这个团队啊。对，那你当时是有没有是怎么做到这个的？当时主要跟我一起的队友年纪都比较小，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并没有说很难管理，反而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大姐姐，有什么事情就是会来咨询我啊什么的，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其实你是虽然作为队长，但是他把你就是其他队员把你作为是这个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个长姐，是吧？对，所以大家其实是一个家庭成员的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啊。艺术体操因为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团队赛啊，其实是不是这种的默契也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可能刚开始，因为我们都是从各个省里面挑出最优秀的选手，所以说刚刚到国家队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身上会有一点点优越感或者怎么样，可能配合起来会比较慢一点。再加上集体项目，它其实有很多动作是在场上是不能讲话的，也不能喊节奏的，需要我们5个人通过音乐的节拍去找正气。所以说刚开始练的时候其实很难，但是通过我们的
训练加上教练的指导，到后面其实我们一个眼神都能知道对方今天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器械抛远了或抛近了，他一个眼神给你知道马上下一台你要去哪接器械，就已经达到了这种默契了。对对对，其实你们背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的故事。那么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多大年龄的时候这个退役的？其实我是在17年全运会完以后，17年，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选择退役了。那么是退役后呢，又是怎么从昔日的一个国家级的名将然后呢突变为国内顶尖大学？因为浙江大学其实是国内顶尖大学的一名教师呢。我是退役以后去读了研究生，读了研究生，对，去深造学习了。然后学习过程中也算是遇到了一位恩师吧，又是对，是大学那位恩师。因为当时也是在快毕业之际，想要找工作，然后就在四处打听，然后后来觉得说想要当一名老师，然后在这位恩师的引荐下，我进入到了学校。进入到了学校，对，那其实还是非常幸运对，太幸运了，太幸运。那么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从张老师的这个阐述当中呢，我们也能清楚地了解到，能从一名国家级的运动员的队长，一定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汗水在今天采访结束时候呢，我们也借用近期网上很红的一句话，叫做“先努力优秀，再大方拥有”再次感谢张老师的分享，谢谢。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学吧。常言道，两人同心，其利断金。从艺术体操健将张琳身上呢，我们看到了团队的智慧和力量。此外，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和外界的多方帮助，张琳呢，从当初的一名普通金华兰溪小姑娘，一步一步成为了国家级的顶尖运动员，再成为一名高校人民教师。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诚然，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所以别人的成功之路我们也很难复制。但有一点是可以借鉴并且互通有无的，那就是在2015年，当得知自己所在的艺术体操队直接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之后，张琳说了一句朴实不能再朴实的话：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的确，遇到困难时候，人们的选择会有不同，但张琳走过的路告诉我们，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再咬咬牙，不要放弃，即便是输，也要输得心甘情愿，理直气壮。但一旦能赢时，更会倍加珍惜，并把这一势头不断地向前延伸。对了，下一单元呢，我将单独采访我国皮划艇国家级健将，也是来自于我们浙江的运动选手，一起倾听他的成长故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